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最近酷派科怎么了？新品不断哦，这又来了一个带充电底座的磁吸充电宝。你没听错，就是带底座的一个无线磁吸充电宝。这是酷派科专门为果粉准备的一个作搭神器。咱们频道后续会多测试几款磁吸充电宝，给大家做参考，包括山寨品，我们也会测试1、2个。这样的话，参考作用就会更直观。喜欢我的视频的老铁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，走起吧！谢谢大家这8个月以来支持和陪伴。等我到了可以抽奖的级别，一定会给大家准备一波礼品。咱们话不多说，先开箱这一个酷派科的新品磁吸充电宝。拿到这个新品的磁吸充电宝，盒子灰色的一个色调，酷派科经典的 logo， 酷派科充电宝带底座的一个移动电源，然后这是充电宝的一个图片，盒子底部条码信息，背面一个充电场景图片，1万毫安的标识，这是规格信息。我们打开充电宝，拿出里面的东西，盖子上面有说明，这个是底座，这是充电宝本体，这是充电宝的说明书，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。从环保袋子里面拿出它的底座，这是充电宝本体，底座上面这里有一个酷派科的标识，这里是连接充电宝的触点，充电宝可以直接这样放在底座上面，这样连起来，这就是一个整体。充电宝连包装连底座一起的重量是405克，去掉包装盒，充电宝和底座一起的重量是336克，单底座的重量128克，单充电宝的重量207.5克。整个充电宝拿在手上的话就是这么大。这是酷派科最新款的一个磁吸电能块，这是底座的造型，45度倾角设计，后面条纹设计。充电宝放在上面的话，它是有磁吸效果的，1米长的一个 Type C 的线，底座底部2条硅胶垫子放在桌面上，起到防滑作用的。整个充电宝带磁吸的这一面，它为浅灰色，这是呈白色的一种颜色，两面的颜色这一边深一点，这边浅一点。酷派科的标识，1万毫安的标识，充电的标识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手机放上去就可以直接吸上去。底部 Type C 口支持自充和对外充电都可以的，3个触点用于连接在座子上面进行充电。这个是功能按键。侧边是带凹槽纹理设计，这一面则是充电宝的规格信息。酷派科磁吸电能块，产品代码是 CP122M， 输入参数支持20瓦的输入，输出参数 Type C 1口也是最高支持20瓦，有线加无线输出最高功率15瓦，型号是 WPB100N， 触点的输入规格9伏2安，也就是18瓦，无线输出 7.5瓦 Max。电池能量值 36.5瓦时，容量是1万毫安，电池种类是锂离子聚合物电池，这是循环使用5年，请勿靠近火源，请不要扔向垃圾桶，可循环锂电池， 3C 认证。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，这是产品的 SN 码。这个充电宝的特色是可以当成一个桌搭来使用，给充电宝充电的同时又可以给手机充电，这种设计的话确实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设计。这个充电宝的电量显示只有2个灯，这上面这一个是无线充电指示灯，然后这一个是充电宝的充电和放电指示灯，这是灯光状态和相应电量的情况，大家在说明书里面要去看一下。这种电量显示的话，我觉得有点搞不懂啊，为什么不做成4颗灯或者5颗灯直接显示电量呢？这样多简单。现在我们是绿灯的状态，我们把这个新充电宝里面所带的电量，我们全部把它放干。这小功率大容量充电宝充电确实是非常的费时间啊。第一次充电是用的这一个苹果20瓦的原装充电器来给它充的，这是这个充电宝第一次充进去的电量45.26瓦时，充电时间足足花了我3个小时，这个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充电宝额定的容量值。我们这一次放电，我看能放出多少电量出来。这第一次放电终于把它放完了，放出电量31.98瓦时，放电时间的话就是1小时50分钟时间，足足花了接近2个小时才把电给它放完，非常的费时间，一充一放5个多小时没了。这个放电过程我们做了一个记录，2个小时的放电过程大家看一下，38分钟停了一次，48分钟停了一次，在1小时的时候
停了一次，然后最后一次停是1小时8分钟的时候停了第4次。后面我们就是用5伏3安把电放完。我们这一次充电的话，就用这一个酷派科磨砂版的这个充电器来给它充电。这第2次充电又充满了，我们看一下充了多长时间啊？这一次充进去电量43.87瓦时，充电时间2小时59分钟，又是3个小时啊。第2次放电的话，跟第1次放电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它的放电时间要短了一些，1小时35分钟放完了，放出电量30瓦时电量，放到充电宝直接开不起机。这次全程都是用的20瓦，没有用15瓦。这一次充电，我们用这个小布丁的45瓦来给它充电。这个充电宝充到绿灯常亮就是充满了。这一次充进去电量46.48瓦时，充电时间3小时18分钟。这个小布丁实际充电只有17瓦多的功率，比正常的20瓦功率它要小一点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这一次放电，电又放完了。我们每次放电都是放到它开不了机，启动不了这种情况，这就是放干了。第3次放电，放出31.97瓦时的电量，放电时间还是1小时52分钟，接近2个小时的放电时间，全程20瓦。这个充电宝第4次充电，我是用了这一个19.9块的酷派科的超性价比的20瓦充电器来充电的。充进去电量46.29瓦时，充电时间3小时25分钟。这一次这个电量又放完了，我们看一下一共放了多少电。这一次一共放出32.89瓦时的电量，放电时间2个半小时。这一次也是20瓦的功率全程放的电。这个充电宝最后一次充电，第5次充电，我们还是用这一个苹果20瓦的原装充电器给它充电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充进去多少电量，充进去46.71瓦时的电量，充电时间3小时19分钟。20瓦的充电器的话，都是3小时多一点点。最后一次放电，放了不能开机了，一共放出34.73瓦时的电量，放电时间3小时21分钟，全程5伏2安10瓦的功率放的电，放出容量6780毫安。这个规格说明是5800毫安5伏2安，我们放出的能量多出来1000毫安。这个充电宝反向虚标，把容量标小了一点吧。这个酷派科新品的磁吸充电宝，经过我们5次的实际充放电的测试，我们实际测出来的数据，5次平均下来，它的转换效率是70.6%。对于这种小功率的充电宝，这种转换效率也是很高的了啊！而且它的容量和能量，它都是反向虚标，它都把它标小了。按照官方额定的36瓦时的能量值，我们来转换下来，它的转换效率高达88.6%，这是我换算出来的平均的转换效率。我做成图表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一下。它这里只标的是36瓦时，后续我们拆解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电池上面有没有标注是多少瓦时。这个酷派科新品的1万毫安磁吸充电宝，它的目标用户群体就是苹果用户。我们用这一个13 Pro 先来充电试一下。目前这个手机还有19%的电量，我们充1个小时，看能充进去多少电。它这个充电的时候没有那个圆环标识。充电的时候，我们把计时器打开，我们只充1个小时，看能充进去多少电量。现在1个小时到了，现在的电量是62%，也就是说1个小时充了43%个电进去。这个充电速度的话，它符合7.5瓦磁吸充电宝正常的一个速度，1个小时可以补进去43个电量。用无线充电充了一个13 Pro， 然后我们用这一个它的 Type-C 口来给一个苹果手机来充电试一下，还是用这一个苹果13 Pro。我们把这个手机的电已经完全耗完了，我们还是用它来充电。这个苹果13 Pro 已经充到85%的电了。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非常标准的一个苹果充电曲线图啊。前面19分钟20瓦的功率足足的，然后降为15瓦的功率，大概充了7分钟时间，然后再降为10瓦的功率，充了6分钟时间，然后降为7瓦的功率，充了1-2分钟就直接充到80%，电压就降为5伏的基础功率。这就是苹果的一个完整的充电曲线图。这个手机从没有电充到80%的电，一共花了48分钟时间，标准的13 Pro 的一个充电速度。充完2部苹果手机，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宝对其他手机的一个兼容性怎么样。测试其他手机兼容性之前，我们来看一看它支持的协议的情况。这个充电宝的 Type-C 口支持 QC 3.0 5伏9伏 3.6 至9伏，这是 QC 3.0 的高通协议。三星 AFC 的5伏9伏，最高功率18瓦功率，这个可以支持三星18瓦。然后就是 PD 3.0 的20瓦，PD 3.0 点进去的话就是一个20瓦的固定档位。这个 DCP 和 Apple 2.4 这两个是基础功率。这部手机是红米 Note CT Pro， 它是支持67瓦快充的手机。
给小米自家的手机充电的话，大家看一下功率的情况，走的是 PD 3.0的20瓦，真实功率的话15瓦左右。因为这个手机还有72%的电，如果是没电的情况下，跑个20瓦也是没问题的。这一部是三星 Note 10加，我们看一看它能不能跑到20瓦左右。可以显示快速充电，实际功率的话也可以跑到15瓦左右的样子，这是真实功率啊。这一款是荣耀的 Play 9T， 一个新款的，它自带的充电器是44瓦，可以显示超级快充的标识。真实功率的话，跑到18瓦、19瓦的样子。因为这个充电宝它本身的功率也就20瓦。这一部手机是 vivo 的 iQOO Z9X， 显示的是正在充电，但是功率的话也是走的 PD 3.0， 跑到15瓦左右，也是可以启动快充的。应急补电的话，完全是没问题的啊。这一部手机是 OPPO 的 K12。可以显示正在快速充电，绿色的快速充电的标识是开启的。实际功率的话，也是走的9伏，大概14瓦左右的功率，这都是真实功率。这样一个20瓦的大容量的充电宝，对于其他品牌的手机，基本上都可以跑到20瓦的一个快充的一个档位。作为应急补电用的话，这个充电宝还是很不错的。我们现在就是利用无线充专用的负载仪，我们长时间负载一下，看看这个充电宝长时间7.5瓦无线功率输出的时候，它的温度的话究竟有多高？这个必须要2个小时左右才可以测出温度。这个充电宝经过2个小时12分钟的长时间的烤机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曲线图，非常平直，7.5瓦一直在持续的输出了16.7瓦时的能量。温度的话，我们看一下温度图。最高温度就在41度附近，这个温度平稳了，我才停下来的，也要拉接近2个小时才能把温度拉平稳。最高温度也就是41度，41度对于一个无线充电宝来说，表面就是温温热的那种状态，这个温度控制的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一个 Type-C 口，它功率输出的时候文波控制的情况。至于这个无线充文波的问题，为什么不用测？我在那个移速的磁吸充电宝的测试视频里面，我讲得很清楚，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它的充电档位也就一个5伏和9伏，我们就测5伏和9伏的负载文波。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22.5毫伏。平均文波19毫伏左右，9伏2.22安，也就是20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45.5毫伏，平均文波40毫伏左右。这个充电宝的文波没有超过50毫伏啊。通常我这里测试文波的话，在50毫伏以内的就叫它极品的电源，50到100毫伏之间就叫它表现非常不错，100毫伏以上就表现一般，超过200毫伏的基本上就是超标的一种文波。这一个充电宝2个档位实际测试下来的话，文波没有超过50毫伏，可以说是一个极品的移动电源了。估计有很多粉丝要问啊，咱们这个视频都要结束了，为什么不测一下这一个底座？这个底座没有什么好测的，就一根连接线，专用的一个底座，只能给它充电，不能给任何其他的设备充电。所以说我们后续拆解，看一下内部的用料。这个新款酷派科带底座的磁吸充电宝测试下来，它的实测转换效率高达 70.6%。对于仅支持20瓦功率的充电宝来说，这个转换效率是非常高的了啊！1万毫安满电的情况下，充2部苹果手机完全不在话下。而且20瓦兼容性，市面上手机基本上都可以快充应急补电。烤机温度也很不错，仅41度。文波表现的话也是极品，符合酷派科一如既往的高水准。特别是这个带底座一起放在桌子上面做个桌搭，也是帅气感十足。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